嗨，我是 Ryan。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确诊的病例一直持续上升，所以政府开始了一次更严格的行动管制。因为我本身是摄影师，摄影这个行业是不被允许运作的，所以就在家工作，处理一些照片的后置啊之类的。有空余的时间就在家骑车咯。今天这一集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起来闲聊。然后也发现到我自行车智能训练台上的飞轮需要做清洁了。自从1月开始使用到现在，还从未清洁过。一般上训练台上的飞轮是比较耐脏的，因为它不是在户外，比较少接触到一些泥沙、灰尘之类的。所以待会骑完我就要把它拆下来做清洁。现在骑着的路线是位于西班牙的一个小岛，在大约5点多公里之后的平路热身，现在进入了一个爬坡。疫情期间，恐怕未来的2年都还不能安全出国，现在就当作是骑车观光了。这个西班牙的小岛上，其实还有蛮多路线的，还有意大利的、德国，甚至你可以自制一些路线放进里面。就像近期我已经骑过了我的家乡，还有金马伦高原，甚至是槟城。最近天气蛮热的，晚上不开空调根本睡不着。沿路上这些风景都是根据真实的路线来制作的，当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这类型的骑行软件大多都需要付费使用，它能同时与全世界不同的骑士在网络上一起骑车，甚至你可以和一些陌生人聊天。Good day, everyone。不懂透过镜头能不能看到，属于是一种公开聊天室的一种概念。你也可以透过一个按钮和对向车道的车友打招呼。这是其中一款供线上骑行的软件，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比如 Zwift、Rovi， 还有中国大陆的 OneLab。我这一款呢是 RGT Cycling， 它的月费比起目前最行的 Zwift 来的便宜，因为我室内骑行的频率还不算太高，所以这一个品牌的虚拟骑行软件足以应该大约不到1公里就爬完这一个了。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这类型的虚拟骑行软件他们的订阅率大增。很多人因为疫情不能外出运动，当然有些是政府强制规定禁止户外运动，想要继续骑车，其中一个途径就是透过这一种虚拟骑行软件。当然要有一个对应的骑行台、智能训练台，它能够实时的根据画面路线上的坡度去调整自行车的阻力。当然你也能够正常的变速，就像这样与之抗衡。我也第一次尝试一边骑行一边拍影片，我指的是室内，因为户外的我也拍过蛮多的，你们可以到我的频道里面去查看，应该有好几十部了吧。目前骑行的7.7公里，这整段路线是大约20多公里。相较于目前最多人使用、最红的 Zwift， 我使用的这一款骑行软件 RGT Cycling， 使用的人不会太高，而且能透过左边的实时名单看见都是欧美的使用者居多。哦，来到坡顶了，它连停车场上的汽车也有做出来。现在开始长下坡。对于 Zwift，它的路线设计比较花俏，比较多一些真实世界看不见的东西。当然，它也有一些虚拟的路线在里面，是有包括平路啊、爬坡之类的，也有一些真实的路线在内。比如说伦敦
纽约等等的。最近多了一条日本的路线。我使用这款呢，它真实世界的路线也蛮多，而且即使你是免费的付费用户，你都能够免费的体验他们一些路线。我这一个是付费版本，它的路线选择你能够参与的更多，而且有很多那些训练计划，现在还在持续下坡，目前是属于比较平缓的路段。在这一款 RGT Cycling 呢，它的一些分别就是它在下坡的时候，我现在高速，然后它在转弯时会自动减速，你需要加速，继续加速，它才能够回到之前的高速。模拟你真实骑行的时候刹车，不然的话就一路猛吹，真实性就没有那么好。目前速度59、60，然后入弯前它自动帮你减到大约40多。之前有提到的就是这款骑行软件，它可以自创路线，你能够把你骑过或者是别人骑过的路线下载成GPX 档，然后通过你在这一款骑行软件注册的同一个邮箱发到他们指定的邮箱地址，几分钟之后他们就会电邮你通知你说这个路线做好了，你就可以在你自创的路线上骑行。当然它的风景还有环境之类的就不是跟真实一模一样了，毕竟只需要几分钟做出来的东西，可是它能够模拟到那个路线的弯道、坡度、距离。骑行完之后，你还能够得到一个虚拟的 GPS 路线记录，已经很够用了。至少能够骑行一些比较除了官方路线之外不一样的路线。好像几个月前我有骑过一次金马仑高原，用了我大约3小时多，蛮痛苦的。毕竟在骑行台上，它的强度会稍微比户外来得高，而且那个流汗量也是2倍以上。一般的骑行台其实也能够使用这一种虚拟骑行软件，只是它的乐趣就没那么高。毕竟你骑行台的阻力，它不是根据那个你骑行的路线上来自动调整，它不是智能的骑行台，可是它能够通过速度传感器，你可以绑在后轮或者前轮上，取决于你使用哪一种类型的一般骑行台。有些是滚筒式的，有一些是后面夹着你的后轮的那一种夹轮式的，然后通过变速去手动模拟你骑行路线画面上的坡度。骑室内训练台，一条毛巾或者是手帕是必要的。骑完之后还要把地板稍微擦一擦，满满是汗迹。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不能够到户外骑行，导致目前市场上不管是智能的还是非智能的训练台，他们的销量和需求都大大增高，甚至二手价都能够趁这个机会卖出一个好价钱。当然了，也要取决于你骑行台的状况，这也是我买这一个智能骑行台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之前也曾经拥有过一款非智能的夹轮式骑行台，然后我在疫情开始之前的几个月把它卖掉了。疫情之后的半年多，我就买了这一款智能骑行台。我有在我一个视频里拍过一集开箱，你们可以到影片的右上角点击它的连接去观看，或者是我会在我的影片说明栏附上网址。有些人问我为何在室内骑行都需要戴上手套呢？其实我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帮我做一个缓冲，把手上的缓冲，骑了长时间手比较不会那么麻。毕竟室内骑行它不像户外，你的车把都有一定的转动。当然你在骑行的时候，你也可以不时的变换握把的姿势，来减轻你手掌的压力负担。在室内骑行，你甚至可以这样。我上次出国已经是2年前了，那一年我飞了3次，2次台湾，1次是印尼。台湾我已经去过了4次，分别在我第2和第4次，我是带自行车去的。第一次把车带去台湾是为了武岭，很多骑行爱好者的一个朝圣路线。那时候我去了5天4夜，也算是一个小型的背包旅行。
可是以自行车的形式。最近一次去台湾呢，也是有骑车，骑过了几条著名路线，比如说风柜嘴、巴拉卡公路，还有不厌亭等等的。透过这一款骑行软件，已经骑了不少于3次的台湾路线，一些是我自己骑过的，我用回我的骑行记录，把它的 GPX 档下载，做成我自己的专属路线。风柜嘴我骑过2次，我是透过别人骑行的运动记录去生成的。先聊到这里，待会骑行结束之后，就准备要清洗我的训练台上的飞轮了。刚刚还顺便去签收了一下快递。在一般的室外骑行，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好了，我也刚好骑完了我今天的路线。我只骑了18公里左右，其实主要是为了拍摄，还有出汗。骑行完后，我的运动数据就同步到我的 Strava 账号里了。好了，现在去清洗我的飞轮。这个飞轮片呢，这样子看是不会太肮脏，除了因为它是室内使用的关系，还有的就是我使用了和这个同品牌的链条油呢，就没有那么容易沾泥土灰尘，它是属于一种类似蜡性的一种链条油。之前我的影片也有介绍过，然后我用这一个清洁剂呢，也是出自于他们家的，来自 Ceramic Speed。我使用旧牙刷或者是类似这样种的硬毛刷，就可以把它刷干净了。完成之后，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在把它们重新安装回训练台或者是自行车之前呢，记得要先把它晾干。OK， 在结束之前呢，我这里想做一个小宣传，我自己在这一个行动管制之前设计的一个产品。网络上呢，你们可能会看过这一类型的，不懂看不看得见？这一类型的自行车停车架。怎么说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这种类型的停车架呢，因为它透明的关系，它会让你自行车看起来在半空中悬浮的状态。这种类型的自行车架呢，它只能够用于拍摄用途，然后也不适合用于斜坡或者是光滑的表面。这种类型的自行车架呢，有分为2大类，一种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短板。短板的话呢，它就只能够把你的脚踏、你的牙盘腿放在这个位置，它会利用自行车的重量还有脚踏本身这一个位置做固定。它的缺点就是你的牙盘腿会在这一个方向，它不是属于平行的，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漂亮。然后这就是长板的设计，别家的呢，他们的是一整片长的。它的缺点呢，很明显就是比较大，也不能够那么容易的收进车衣口袋里面，所以我就改良了，自己重新设计了这一款可拆卸的。
它就变成和短板一样的长度，你就更方便的把它带出门。当你要使用的时候，把它重新安装，就能够作为脚架使用了。长板它是如何支撑的呢？一般都是通过你的 BB 这里作为固定，它能让你的自行车更稳固，而且盘腿位置可以随意摆放。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它两者之间停靠的效果。首先是短板的，因为这是短板的关系，所以你能够看到压盘腿的方向是大约2点和8点钟方向，它不属于一个平行3点和9点钟方向，所以你拍摄的时候它的美观度就没有那么理想。至于前轮呢，因为这里是一个小斜坡，所以我用刚刚的牙刷来帮前轮做一个小小的固定。如果在外面拍照你难以固定你的前轮的话，建议放一个石头在前面，避免它的摆动。接下来呢，长板它的使用效果。这是使用长板后的使用效果。你可以看见它是通过 BB 的位置来做固定，所以压盘腿可以维持在3点钟与9点钟方向。这种方式的停靠呢，它会让你的自行车照片看起来更美观。而且我这一款支架呢，它这里的部分，它有一个小开口，它可以用作你的自行车内胎气嘴的拆卸扳手。这是在别家品牌上暂时还看不见的设计。在使用完毕之后呢，把它向这个方向收纳好，就可以把它收回进你口袋里面了。关于这一款产品的购买方式呢，可以通过我影片的说明栏下面可以找到我的 IG、Instagram 的网址，你可以在里面私信我，向我询问购买的细节。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观看，拜拜。